第58分鐘，西班牙在法国禁区前沿打出了全场最漂亮的一次配合。奥尔莫接球，回做右後卫波罗跟他打了个2过1，直插禁区中路，右脚推射，球钻进右下死角，2-0。就这一下，比赛提前判了。FFI 排名世界第1的法国，上届亚军、上届冠军，冲着史上第3支连进3届决赛去的法国，今晚被西班牙摁在地上，0-2，干干净净。而西班牙自打2010年在南非舉起大力神杯，整整16年。今晚头一回重新摸到决赛的门，这场半决赛赛前全世界都管它叫提前上演的决赛。姆巴佩对亚马尔新老2代金童正面撞，踢完了回头看，对话确實精彩，只不過答案一邊倒。來，咱從頭嘮。比賽的頭20分鐘，法國踢得並不怵。第6分鐘，角球造成混亂，拉比奧外圍一腳射偏了。第11分鐘，西班牙這邊巴埃納回敬一記遠射被封堵，兩邊都在互相試探，誰也沒露破綻。第20分鐘，一個高球爛跺向法國禁區，左後衛迪涅先用頭一蹭，沒停利索，球彈在身前，他回身想大腳解圍，可他壓根沒看見19歲的亞馬爾已經從他身後殺到，搶先半步把身子塞了進來。迪涅這一腳沒踢着球，結結實實踢在了人身上。薩爾瓦多籍的主裁判巴頓一步沒猶豫，指向點球點。阿靈頓的 ATT 球場70176名觀眾轟的一聲就炸，法國人當場就炸了。他們抗議的點在哪兒呢？亞馬爾起跳拼搶的時候，球先蹭到了他抬起的手臂，要是手球在先，點球就該取消。VAR 把這個球從頭到尾捋了一遍，最後的裁定，接觸部位在袖子覆蓋那一塊不構成手球犯規，點球有效。英國轉播方的職業規則分析師賽後也給了同樣的解讀。這個球法國人服不服另說，規則上挑不出毛病，倒是迪涅那一下不太挑得出理。名嘴內維爾賽後毫不客氣，他根本不知道亞馬爾在他身後。33歲生日還差6天，為法國踢第63場。這位老將今晚這個瞬間恐怕得記很多年。第22分鐘，奧亞薩瓦爾站上點球點，這種球西班牙人最放心交給他，助跑，左腳球推向右上角。麥尼昂鞭長莫及，0-1，這是他本屆的第5個進球。國家隊60場30球，這效率擱哪家的鋒線都是寶貝。這個球有多值錢？你得先知道一個背景：本屆世界杯踢到今晚之前，法國和西班牙倆人加一塊14場球，誰都沒落後過1分鐘。今晚這倆碰一塊，總得有一個先嘗嘗落後的滋味。嘗到的是法國，而他們到中場哨響也沒能把這口氣吐出來。丟球之後，法國的麻煩才剛開頭。第29分鐘。中衛薩里巴倒在地上起不來了，第30分鐘被拉格魯瓦換下，法國後防線的頂梁柱半個小時就折了。對一支要從0-1往回追的隊，這就是雪上加霜。場面上呢，兩邊咬得挺緊。第34分鐘，奧爾莫外圍一腳打高。第36分鐘，登貝萊做球，巴爾科拉外圍一腳打飛。第37分鐘，波羅遠射偏出。第38分鐘，亞馬爾做球，法比安·魯伊斯禁區中路起腳，被法國人用身體擋了出來。真正扎眼的是法國的鋒線。第40分鐘、第41分鐘，姆巴佩連着2回被舉越位，金靴榜領跑的人今晚從一開始就在跟西班牙那條防線掰腕子，一直沒找着縫。還有一個細節，第9分鐘，拉比奧就因為一次兇狠犯規吃了黃牌，全場第1張。半場一結束，德尚直接把他換進去，換上科內，這一下就是拆彈，身上背着牌的後腰，德尚不敢留。你看。球才踢了一半，法國已經被迫燒掉2個換人名額，一個換傷員，一個拆炸彈。第43分鐘，西班牙這邊也虛驚一場，拉波爾特倒地接受治療，緩了一陣又爬起來接着踢。上半場補時給了6分鐘，兩邊你來我往，比分沒再動。半場0-1，一邊之後，西班牙先把節奏攥了回來。第51分鐘，亞馬爾反越位被旗子摁下。第52分鐘，巴埃納做球，奧亞薩瓦爾外圍一腳稍稍打高。第55分鐘，又是一次越位。攻勢一波一波拍過來，法國的防線勉強都接住了。可第58分鐘，真正的刀落了下來，就是開頭那一幕。這次進攻的起點其實是一腳被封堵的射門，巴埃納外圍打門被擋了下來，球沒出禁區前沿，西班牙就地把球權撿回來，交到奧爾莫腳下。接下來的畫面放進教學錄像都不帶剪的。奧爾莫做球，波羅從右路直插中路，再吃回傳，一腳推射，0-2。這裡頭最值得咂摸的是進球的人，波羅右後衛。一個右後衛出現在對方禁區正中路，完成致命一擊。這就是西班牙這套體系嚇人的地方，11個人誰都可能出現在你最要命的位置上。這是他本屆第2個進球。西班牙還沒打算收手，沒過幾分鐘，亞馬爾乾脆把球放進了網窩，可邊裁的旗子舉了起來，越位，毫厘之間的那種。19歲生日剛過1天，一個造點到手，一個進球被沒收，
這孩子今晚的存在感拉滿了。順帶說個數，他自己還搭上3次犯規，2次越位。19歲的年紀，恨不得每分鐘都往人堆裡扎。順嘴說一句，這個19歲的心態。賽前發布會有人問他，半決賽壓力大不大？他的回答是，生活裡比一場球難的事多了去了。我就告訴自己穩住，這說到底就是場球。這話從一個前一天剛切完生日蛋糕的小孩嘴裡說出來，你就明白西班牙人為什麼敢把整支队交到他手上。好，比分2-0，離中场還有半個多小時。法國這邊該亮家伙了。今晚這場球真正的懸念也就剩這一個，世界第一的反撲到底能不能撕開西班牙這條本屆只丟過1個球的防線？講這段大戲之前，老馬從3數到1，你正好有功夫把底下那個訂閱按鈕點了。3、2、1，得嘞，咱接着说。再等反撲是真來了。第64、65分鐘，連續角球，琼阿梅尼中路搶的頭球頂高了。第67分鐘，姆巴佩右路內切起脚被封堵。緊接着替補上來的杜埃外圍再射又被擋下，法國全場角球7-1呀，壓着西班牙。禁區裡一次次起高球，可西班牙的中衛拉波爾特和19岁的庫巴西愣是没讓出一個像樣的落點。第72分鐘，德尚把特奧埃尔南德斯和切尔基也扔上去了，能压的进攻筹碼全压了。第81分鐘，杜埃外圍一記重炮奔着死角去的乌奈西蒙飞身把球拖出。第86分鐘，姆巴佩一次急躁的犯规，吃到黄牌。這張牌就是他今晚處境的縮影，被鎖死，被憋急。第89分鐘，他親自操刀，直接任意球打高了。这中間西班牙也沒光挨打。第78分鐘，剛替補上場的費蘭托雷斯中路搶到頭球，貼着門柱偏了出去，差一丁點就是0-3。補時給了7分鐘，法國最後的瘋狂全擠在這裡面。登貝萊又累一腳借射西蒙單掌拖出。2分鐘之後，登貝萊換個角度再來一腳。西蒙直接把球按在懷裡，這中間還夾着西班牙一下反擊，替補尼科威廉姆斯左路小角度一腳稍稍偏出，最後一擊落在姆巴佩腳上，外圍爆射高了。中場哨響，0-2，一動沒動。法國全場3次射正，3次全被西蒙沒收。西班牙的門神今晚就出手3回，可3回全出在了刀口上。中场數據擺出來，你會覺得這比分蹊蹺。控球，西班牙50.9%，對49.1155開。射門10腳對10腳一模一樣。角球，法國7-1還大佔便宜。光看這張表，誰敢說這是場0-2？差別全在兩頭的門前。西班牙全場就射正了2腳，進了倆，轉化率100%。法國射正3腳，全被西蒙撲了，顆粒無收。麥尼昂那邊更扎心，全場0撲救，他整晚就沒等來一次出手的機會。西班牙把每一次射門都攢到了必殺的時刻才交貨，這就是本屆這支西班牙最嚇人的地方。人家跟你比的就一條，誰射的值？還有一筆賬，法國全場4次越位，姆巴佩一個人占了仨，其全寫在這些細節裡。再給你一個數，本屆世界杯7場球，西班牙統共就丟過1個球，8強被比利時頭球扳平的那一個。今晚頂着世界第一的火力，又是零封。什麼叫體系？前場19歲的天才給你靈光，後場一整條線給你上鎖，中間還蹲着羅德里這麼一台絞盤，全場幹了全隊最多的4次犯規，活全幹在中場那一片。法國的反擊剛起，速就被摁滅。對法國來說，今晚最扎心的是輸給誰這件事兒。2024年歐洲杯半決賽，法國1-2西班牙禁制勝球的是當時還差幾天才滿17歲的亞馬爾。2025年國家聯賽兩隊再碰，西班牙5-4又贏，加上今晚連續第3個夏天，法國都被同一個對手擋在大賽的關口上，3年3場3次都是西班牙笑到最後，這已經沒法叫偶然了，這叫一物降一物。而西班牙這一路幹掉的全是硬茬，16強送走了 C 羅的葡萄牙，8強掀翻了比利時的黄金一代，半決賽摁死了世界第一。看過咱西班牙打比利時那集的朋友應該記得，老馬收尾時說過，半決賽法西大戰是姆巴佩和亞馬爾2代金童的正面對話，答案今晚出來了。19歲的那個造了一個點球，還搭進去一個被吹的進球。27歲的那個零射正3次越位，一張急出來的黃牌。這話真不是踩姆巴佩，他帶着8強扭傷的腳踝踢滿了全場。德尚賽前說他狀態100%，可數据不會哄人。中場哨響，他先走向德尚，倆人抱了一下，然後一個人走到法國球迷的看台底下鼓了鼓掌。金靴榜領跑的人用這種方式跟這屆世界杯的冠軍夢告了別。4年前在卡塔爾，他在決賽裡上演了帽子戲法，都沒能把杯子留住。4年後在美國，他連決賽的門都沒摸着。這裡得給德尚單獨留2句，這位2018年把法國帶上世界之巔的教頭，早就官宣了本屆之後卸任。
據 ESPN 記者的報道，齊達內接班已經有了口頭協議，所以今晚是德尚世界杯生涯的倒數第2場，最後一場是3天後的季軍戰。帶隊14年，2進世界杯決賽，1座冠軍，最後一舞停在4強。你可以替他叫屈，但這份成績單，法國人挑不出大毛病。西班牙那邊是另一番天地。2010年南非之夜以後，這支隊伍熬過了整整一代人的青黃不接，如今靠一批平均年齡小的嚇人的孩子，16年後重新站上決賽。順帶一提，這支隊伍各項賽事已經30多場不敗，一路踩着記錄往前走。主帥德拉福恩特赛前說過一句話，今晚聽着格外有味道。亞馬爾的大日子還在後頭，我希望是明天，不然就是決賽。現在決賽真的来了。哦，对了，再说个最能看出西班牙家底的細節，今晚他們的替補席上坐着誰？佩德里踢到第78分鐘才上場活動了10來分鐘，還有那個連着2輪替補讀秒絕殺的梅里諾，同一時間才登場，今晚壓根沒輪到他表演。別人家的首發在西班牙是板凳，這種厚度才是16年等一回的底氣。好，決賽的一半席位定了，西班牙，另一半馬上揭曉。美東7月15號下午，台北時間7月16號凌晨3點，英格蘭對阿根廷，亞特蘭大見分曉。這就有了2種劇本。劇本1，英格蘭上來，那就是2024年歐洲杯決賽的原班重演。那一場西班牙2比1贏的，進制勝球的，正是今晚罰進點球的奧亞薩瓦爾。英格蘭要是過了阿根廷這一關，等着他們的就是2年前那筆舊賬的續篇。英格蘭這一路怎麼爬上來的？看過咱前幾集的朋友都門清，落後能翻，10個人能贏，加時能熬，一身操勁。劇本2，阿根廷上來，那就是全世界球迷做夢都想看的畫面了。39歲的梅西對19歲的亞馬爾，倆人差了整整20歲，一個要用最後一舞衛冕，一個要用第一舞加冕。看過咱阿根廷打瑞士那集的朋友知道，阿根廷3場淘汰賽踢了2個加時，外加1場讀秒驚魂，體能仗欠了一屁股。今晚還得跟英格蘭再打一場硬的，真拖着這條腿走進決賽。面對今晚這台又年輕又不知道累的西班牙機器，那就是心臟對體能的終極對決。老馬把話放這兒，不管上來的是誰，美東7月19號周日下午，台北時間7月20號周一凌晨3點，大都會人壽球場，這屆世界杯的最後一戰，成色低不了。至於法國，他們還剩一場季軍戰，美東7月18號在邁阿密對英阿之間的輸家，那是德尚的告別演出，也是姆巴佩這屆金靴懸念的最後一戰。本屆世界杯就剩最後3場球了，都想一場不落跟下來的。順手點個訂閱，老馬這個百人大台，每一場都陪你掰開揉碎了嘮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，咱們下一場見。